有些人这一辈子命中注定就是要养宠物的。你以为家里那只猫、那只狗只是碰巧来到你身边，其实你们之间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却藏着很深的因果与缘分。尤其是那些灵性高、心特别柔的人，这一生往往更容易跟动物结下深缘。甚至有些毛小孩来到你身边，根本不只是来让你养的，而是带着任务来的。所以各位，今天的内容你一定听到最后，因为听完以后，你再回头看看家里那只毛小孩，你会第一次明白，为什么茫茫人海，他偏偏选择了你。原来你们这一世能够遇见，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好，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动物为什么特别亲近灵性高的人？我们人啊，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太辛苦了。久而久之，我们每个人的心外面都像穿上了一层铁盔甲。可是动物不一样，他们判断一个人靠的是声音、动作、气味，以及跟你相处时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你仔细看，有些人根本不需要特别去逗弄，野猫就会自然而然地走过来蹭它，别人家的狗也愿意把下巴靠在它的腿上。这种人多半就是灵性高、气场柔的人。你的心比较柔和，你给出去的磁场很踏实，那些本来就胆小、警觉的弱小生命，自然而然就愿意往你身边靠。如果你身上出现我接下来要讲的5个征兆，尤其是中了3个以上，那你跟动物之间很可能真的不是普通缘分。到底是哪5个？先听完下面这个真实故事，你就会明白。台北有一位林小姐，快50岁了，是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财务主管。这位林小姐啊，那是出了名的女强人，平时在公司做事一板一眼，气场非常强。可是这么一位雷厉风行的女主管，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极度怕狗。平时走在路上，只要远远看到前面有狗，哪怕是一只小贵宾犬，也绝对不愿意从她旁边经过。其实林小姐内心很柔软，她甚至经常偷偷给育幼院捐款，可她活得太紧绷太累了。白天她在公司里像个陀螺一样转，到了晚上，她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家门，面对空荡的房间，没有人问她肚子饿不饿，也没有人关心她今天受了什么委屈。时间久了，她越来越习惯把所有的情绪往肚子里吞。可在一个冬天，台北连续下了1个多礼拜的冷雨，那种湿冷是冷到骨头缝里的。那段时间，林小姐可以说是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公司因为大环境不好，正在悄悄拟定裁员名单，内部斗争非常厉害。更糟的是，她自己觉得脖子吞咽不舒服，去医院一查，甲状腺长了结节。工作和健康的双重打击让林小姐几乎快要崩溃了。就在那个星期4的晚上，她加完班，撑着一把黑伞，在冰冷的雨中慢慢往家走。走到巷口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昏暗的电线杆下面缩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仔细一看，是一只全身湿透的流浪黑狗。那只狗瘦得皮包骨，缩在那个小角落里，浑身都在不受控制的发抖。林小姐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恐惧，她下意识地握紧了伞柄，准备贴着另一边的墙壁绕过去。可是那只黑狗没有叫，它只是缓慢地抬起头，远远地看了林小姐一眼。就是那一眼，把林小姐整个人定在了原地。后来她红着眼眶回忆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害怕得要死，可是那天看到她那个眼神，我竟然觉得她就是我。她看起来又冷又累又孤单，好像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那天晚上，林小姐终究还是靠近她。她跑到巷口的便利店，买了一根无盐的热狗，隔着5、6步远的距离轻轻丢在地上，然后逃也似的回家了。第2天晚上下班，那只狗竟然还在那里。第3天还在。就这样，一段极其奇妙的缘分在雨中展开了。连续好几天，林小姐每天下班前，心里竟然开始惦记起巷口那只她原本最恐惧的动物。她每天都会买一点干净的鸡胸肉，放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不敢靠近，狗也不敢靠近，一人一狗就这样隔着距离，在台北的冷雨中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到了第8天，林小姐刚好收到了医院复诊的通知，情况不太乐观，可能需要安排微创手术。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走在巷子里，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脸颊一路往下掉。她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冷酷了，自己撑了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她走到巷口的时候，那只黑狗竟然没有缩在角落，她站了起来，她没有扑过来，
也没有像讨食那样摇尾巴，他只是低着头，拖着疲惫的脚步，慢慢的走到林小姐的脚边，然后他用那颗湿漉漉的长满杂毛的头，非常轻柔的靠在了林小姐的小腿上。就在那一秒钟，林小姐整个人彻底愣住了，脑子里轰的一声，林小姐不顾地上满是泥水，一把抱住那只又脏又臭的流浪狗，嚎啕大哭，把她的委屈、恐惧、孤独全部哭了出来。后来林小姐毫不犹豫地把这只狗带回了家，取名叫小黑。后来该做的检查她照做，该接受的治疗她也配合医生。小黑当然没有替她治病，可是因为每天必须起床、散步、吃饭，照顾另一个生命，她的生活慢慢规律了下来，精神状态也一天一天稳定。再去复诊的时候，连医生都发现她整个人的气色和状态比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多了。这间屋子终于有温度了。以前她最怕下班面对那扇死寂的门，现在钥匙还没插进钥匙孔，里面就传来小黑兴奋的脚步声和抓门声。以前周末她可以像一滩死水一样躺在床上一整天，现在她每天早上6点必须起床带小黑去公园。以前她在这个社区住了5年，连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因为遛狗，她开始跟楼下的阿公阿嬷打招呼聊家常。所以各位，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故事里表面上看是林小姐大发慈悲，把一只快要冻死的流浪狗带回家，但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是老天爷派了小黑，在林小姐人生最冷、最熬不下去的那个寒冬，给了她一个重新打开生活的理由。人与动物之间最深的缘分，从来都不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我今天想去买只宠物，往往是在你人生最孤单、最无助、最需要一点温度的时候，它刚刚好就出现在那个街角。这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躲不过也忘不了的宿命动物园。各位朋友，听完前面林小姐和小黑狗的故事，既然我们说灵性高的人气场柔和，动物会自己找上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他的命里天生就注定要跟动物结下这么深的缘分呢？大家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听一听这5个特征，顺便在心里打个勾，看看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到底中了哪几条。第一点，从小就特别容易被动物吸引，甚至会为了他们掉眼泪。在人挤人、吵闹喧哗的菜市场里，他的目光会不自觉地穿过那些热闹的人群，死死地盯在角落垃圾桶旁边那只正在翻找鱼骨头的流浪小猫身上。他会忍不住停下脚步看好久好久，他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最爱吃的排骨便当打开，偷偷留下一大块没有骨头的肉，小心翼翼地分给那只猫吃。不仅如此，在看电视的时候，只要看到新闻里播报哪里有流浪狗受虐待了，哪里有野生动物受伤了，他的眼泪马上就会止不住地流下来，拦都拦不住。各位，这在命理上叫什么？这叫善根早发。别人还在懵懵懂懂，只顾着自己吃喝玩乐的时候，你的灵魂深处早就刻下了对万物有情的印记，你天生就看不得别的生命受苦，这种骨子里的慈悲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第二点，陌生猫狗特别容易主动靠近你，赶都赶不走。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周末的时候，5、6个朋友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的草丛钻出来一只流浪猫，它用那毛茸茸的头使劲地去蹭你的裤管，甚至直接跳到你大腿上呼呼大睡。或者是一只别人靠近它就狂吠的小狗，一看到你竟然直接躺在地上翻出肚皮，摇着尾巴要你摸。我前面说过，动物是用气在看人的，在那个当下，这群人里面可能有人心里在发牢骚，浑身戾气，可能有人心思浮躁，而这只动物就像是一台最精密的磁场探测仪，它瞬间就扫描出了全场气场最干净最平和的那个人，也就是你。你能被陌生动物主动亲近，甚至对你翻肚皮，这就说明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你是这群人里唯一的避风港。第三点，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动物偏偏就出现了，这点最玄妙，也是我这些年听过最多的经历。当一个人在外面打拼，遇到人生大关卡的时候，比如失恋了，谈了5年的感情说没就没了，或者是失业了，户头见底，又或者是亲人离世，你一个人孤单的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很奇怪哦，就在那个不起眼的街角，或者就在你家附近那个破旧的纸箱里，
又偏偏就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猫或小狗。你意气风发，每天夜夜笙歌的时候它不来，偏偏在你穷困潦倒、万念俱灰的时候它来了。如果从传统姻缘的角度去看，我们把这种相遇叫做贵人缘。你以为贵人都是大老板有钱人吗？错，这只小猫小狗就是你的贵人。它不会替你解决现实里的账单，但它会强行把新的作息、新的责任带进你的生活。你不能再睡到下午了，你得起床喂饭、铲屎、带它看医生。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琐碎小事，把一个原本停滞甚至想要放弃生命的人，硬生生的一点一点的拉回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第4点，嘴上说着绝对不养，最后却宠得无法无天。各位乡亲，讲到这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每天都在上演这种喜剧。通常最反对养宠物的，往往是家里最嘴硬的人。一开始，当家人提议要养狗的时候，会拍着桌子说：“你敢把它带回来试试看？家里弄得脏兮兮的全是毛，谁有那个闲工夫去伺候它？”结果呢，大家仔细看看，才过了1个月，剧情完全反转。那个当初极力反对的人，到了晚上睡觉，不仅让那只掉毛的宠物睡在自己床上，还自己委屈地缩在床边，不敢翻身，怕压到它，还跑去传统市场的肉摊，跟老板千叮咛万嘱咐：“老板，给我切最嫩的鸡胸肉。”很多人觉得这种反差很好笑，但在我看来，这种嘴硬心软的人，其实才是心底最柔软、最负责任的一群人。他们当初极力抗拒，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接手一个生命是一份多么沉重的责任，那是要负责他生老病死10几年的可是一旦这个生命真的交到了他手上，一旦他接纳了，那就是拿命在疼，这就是最深的动物缘。第5点，你跟某只宠物之间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宿命感。什么叫宿命感？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魂震颤。比如你本来只是陪朋友去流浪动物收容所当志工，里面有几十只猫、几十只狗，有的很活泼在叫，有的品种很高贵。你听着那些闹哄哄的狗叫声，闻着刺鼻的消毒水味，一路走过去，内心毫无波澜。但是就在某一个瞬间，你一转头，跟角落笼子里的一只身上有残缺的猫，或者一只躲在最后面发抖的狗对上了眼。在那不到1秒钟的对视里，你的心脏会突然咚的震了一下，漏跳一拍。你周遭原本闹哄哄的狗叫声，人们说话的声音，仿佛在一瞬间全部被抽空了。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听见你自己的心跳。你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震动，却又莫名觉得非常熟悉，非常温暖。你心里会有一个非常笃定、非常强烈的声音告诉你：天哪，我好像认识他很久很久了。那种感觉绝对不是你觉得他长得很可爱，也不是你单纯发善心觉得他很可怜，而是你心里涌起了一种宿命感，就是他了，我今天必须带他回家，因为他是我的。各位朋友，佛家讲因缘聚合，为什么几十只动物里，偏偏是他让你愿意停下脚步，愿意为他承担接下来10几年的责任？那一眼也许就是你们跨越前世今生缘分真正开始的地方。仔细盘点一下以上这5种征兆，如果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家人中了这5条里面的3种以上，听我一句劝，不要再抗拒了。你这辈子也许真的注定要跟动物结缘，但我必须提醒一句，有缘不代表你一定要勉强自己去养宠物，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长期负责。如果你的条件允许，而那个生命也刚好走到了你面前，请你认真的接住这份老天爷送来的缘。很多经历过前面说的宿命感的人，把宠物带回家以后，都会跑来问我：老师啊，我家这只猫看我的眼神真的很特别，好像能看穿我的心思一样。你说它上辈子是不是认识我？它到底是来报恩的，还是来向我讨债的？如果从我们传统的因缘观以及命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常说万物皆有灵，人与动物之间也讲究一个缘起缘灭。我们常常把这种命中注定的缘分分成3种。第一种，我们叫它报恩缘。这种宠物来到你们家以后，特别的贴心，特别的懂事。你下班累得像条狗一样倒在沙发上，它不会吵你，只会安安静静的趴在你旁边。你心情不好，躲在房间里掉眼泪，它会默默的走过来，用舌头舔你的手背。
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让你开心的。很多人会把这种关系理解成你们过去曾经结过极深的善缘，所以这一次相遇，他就是来报答你的，你们相处得非常轻松。第二种叫做陪结缘。所谓的劫，大家不要想得太吓人，不一定是什么大灾大难，它可以理解成我们人生中那些特别难熬、特别难走的关卡。就在你人生最黑暗的这种时候，某只动物突然闯进了你的生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林小姐和小黑狗，它不可能替你去解决现实里的账单，也不会替你把失去的感情找回来，可是它就是会用它那个小小的身体陪着你，把那段最难熬的时间给熬过去。第三种叫做还愿缘，或者叫修行缘。遇到这种缘分，那可就不同了。这种宠物往往非常不好照顾，有的天生体弱多病，3天2头要跑医院；有的个性极其敏感，甚至会拆家咬人，需要你花大把大把的耐心去教它。很多主人半夜起来给它把屎把尿，累得腰酸背痛的时候，都会苦笑着开玩笑：哎呦，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它的，这辈子派它来折磨我。可是各位，我反而觉得大家不要急着把难照顾这3个字等同于讨债。一段缘分深不深，不是看它有没有让你觉得轻松，而是要看这段相遇有没有让你学会你以前根本不会的东西。有的动物教你什么是快乐，有的教你什么是责任，而这种修行缘的动物则是让你这辈子第一次明白，原来真正的爱不是只有在方便的时候才爱，而是在最麻烦、最辛苦、最想放弃的时候，你依然愿意咬着牙把它留下来。讲到这里，我想跟各位乡亲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台南安平的真实故事。安平有一位阿琴姨，跟先生结婚30多年了，2个人是相亲认识的，这辈子没吵过什么大架，感情一直非常安稳。后来儿女长大了，都在北部的大公司上班，两老就留在安平那栋红砖老房子里，日子过得平淡却很幸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天晚上，先生突然心肌梗塞，连句话都没留下来，就这么走了。事情发生得太快太突然，阿琴姨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儿女办完后事，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南部会胡思乱想，就想把她接到台北去住。可是阿琴姨死活不肯，她舍不得那个住了几十年的家。问题是人留下来了，那个家却已经不再是家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全都是先生的影子。以前先生喜欢在阳台浇花，现在花枯了。以前先生喜欢听收音机，现在收音机上落满了灰尘。阿琴姨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厨房再也不开火了，肚子饿了，她就拿白开水泡一点冷饭，配着一块樱瓜，随便扒2口就算打发了。屋子里静得吓人，只听见墙上那个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白天的，她也把厚厚的窗帘拉得死死的，透不进一丝阳光。阿琴姨整个人就像是跟那栋老房子一起停止了呼吸。各位，我们常讲一个家一定要有生气。什么是生气？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能量，最简单的就是屋子里要有动静，要有人的脚步声、说话声，厨房煮饭的火光，开窗透进来的风，这就叫阳气被带动了。一个家如果长期没有声音，不开火，不见光，在风水上这就容易形成阴煞。时间久了，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很容易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没精神。就在先生走了大概半年后，某个傍晚，阿琴姨出门倒垃圾，在骑楼旁边的旧纸箱里，她看到了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橘猫。阿琴姨心软，就拿了点吃剩的鱼肉就喂它。连续喂了几天以后，有一天阿琴姨刚打开大门，这只小橘猫竟然一点都不怕生，顺着她的脚步直接钻进了屋里。更奇怪的事情在后头发生了。阿琴姨的先生生前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几十年的老习惯，他永远只坐在那张旧沙发的最左边，身体斜斜地靠着扶手，2只脚习惯性地交叠在一起。那个位置他坐了几十年，连沙发垫都被压出一个深深的凹陷。有一天晚上，阿琴姨端着一杯水走到客厅，一抬头，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定在了那里，手里的水杯差点掉在地上。那只才刚来不久的小橘猫竟然不偏不倚，就坐在先生生前最常坐的那个沙发凹陷处。不仅如此，他2只前爪竟然交叠着，神态又慵懒，又带着一点固执地看着电视机的方向，那神韵简直跟先生一模一样。阿琴姨一下子就红了眼眶，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
这还没完，先生以前每天早上6点钟雷打不动，一定会准时起床，走到厨房去开瓦斯炉，烧水，泡一壶热茶。这只小橘猫来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天刚蒙蒙亮，它就自己跑到厨房门口，蹲在那张旧板凳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大半年没开过的瓦斯炉，时不时还回头冲着阿琴姨喵一声，好像在催促什么。阿琴姨后来碰到我，抓着我的手问，老师，你说会不会是我家老头子在下面知道我一个人过得不好，他放心不下我，所以换了一种方式，附在这只猫身上回来陪我了。各位乡亲，如果换作是别的算命仙，可能马上就会顺着他的话说，对对对，这就是显灵了。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说，我告诉他，这个答案我没有办法替他证明，谁也证明不了。猫毕竟就是猫，我们不需要为了安慰自己的执念，就强迫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去找一个玄之又玄的答案。可是阿琴一听完我的话，擦了擦眼泪，接着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师，其实他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自从这只猫来了以后，我每天早上终于有理由起床了。为了喂猫，他重新拿起了扫把，把屋子里的猫毛扫干净，厚厚的窗帘终于拉开了。为了给猫煮一点新鲜的鱼片，家里大半年没有开过火的厨房重新响起了轰的一声点火声，又出现了食物的香气。一个原本安静的像是要跟着人一起死去的家，慢慢的又出现了猫叫声、碗盆碰撞地面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各位，你看，这才是这个故事最伟大最重要的地方。那只橘猫的前世到底是谁？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这一世在这个当下，它确实用一种让阿琴姨感到无比熟悉无比安心的方式强行闯进了她的生活。它就像一把钥匙，把一滩停滞不前的死水重新搅动了起来，让生命的阳气再次流转。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因缘，它是不是来还愿我们无法证明，但它确实在最需要的时候把阿琴姨重新拉回了生活。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嘀咕，听起来这猫狗不仅是带着前世的缘分来的，甚至还能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养个宠物简直就像是在修行嘛。各位乡亲，如果你能悟到这一层，我今天真的要站起来为你鼓鼓掌了。恭喜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对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真正的修行叫做落地修。什么是落地修？就是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修，在你的生老病死里修，在那些让你烦躁的不得了的琐事里去修你的心。当你真正用心去养了一只宠物之后，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你每天给它喂饭、铲屎、带它散步，你仔细去照照镜子，你身上的气场，甚至是你的面相，一定会发生3种非常明显的改变。首先，最明显的第一层改变，就是你的脾气开始变软了，你的面相变柔和了。我认识一位在新竹科学园区当副总经理的陈先生，各位都知道竹科的科技业那个压力有多大，那不是一般人能扛的。陈副总每天管着庞大的预算和团队，他做事雷厉风行，底下的人看到他就像看到鬼一样。他脾气像个随时会引爆的炸药包，只要进度慢一点，他在会议室里骂人是完全不留情面的。从相学上看，他这种人长期处在极度紧绷的状态，眉头永远是锁在一起的，印堂中间都挤出了2条深深的纹路，这叫做悬针纹，看起来非常凶，浑身充满了杀气。后来他太太实在受不了他这种脾气，为了让他转移注意力缓解压力，硬是从朋友那里抱了一只小柴犬回家。各位乡亲，新竹的冬天那个著名的九降风吹起来可是会刺骨的，好，那是冷到会钻进人骨头缝里的。有一天深夜11点多，陈副总在公司刚刚发完一顿脾气，加完班回到家累得半死，可是太太偏偏感冒了，他只能满肚子火的认命，牵着那只柴犬去楼下的冷风中散步，解决他的排泄问题。陈副总当时穿着大衣，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他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情，你这只狗赶快给我尿完，我明天早上8点还有一个极度重要的早会要开，我还要回去看报表。可是呢，这只柴犬根本不管你明天有没有早会，它偏偏就走到草丛里，东闻闻西嗅嗅，绕了半天就是不尿。陈副总就这样在寒风中被九降风狂吹了足足10几分钟。就在他气急败坏、濒临崩溃，
正准备用力去扯手里的牵绳，破口大骂的时候，他低头一看，那只柴犬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位置，痛痛快快地解决了。然后他完全无视陈副总那张铁青的脸，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在沾满露水的草地上打起滚来，一边打滚一边还咧着嘴，冲着陈副总露出柴犬那种最招牌的傻乎乎的笑脸。那一刻风还在吹，但陈副总心里那股憋了一整个晚上的无名火，突然之间就像是被这一阵风给彻底吹散了。他呆呆地站在路灯下，突然顿悟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放进密密麻麻的电脑报表和账本里去算计的。生命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你再急，你权力再大，你再有钱，你也无法逼迫一朵花在冬天开，你也无法逼迫一只狗在它不想上厕所的时候上厕所。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你看各位，这不就是修行吗？在无数次的等待和妥协中，你的脾气慢慢被磨软了，人没有那么紧绷了。久而久之，你紧皱的眉头松开了，印堂平展了，你脸上的戾气退散，福气自然就聚过来了。接下来的第二层改变，是你开始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我们老老实实讲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在这个社会上，很多的人际关系，甚至包括亲情和爱情，有时候都是充满条件的。你有没有钱？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乖不乖？但是宠物不会，它不管你这个月房贷是不是快缴不出来了，更不管你今天在公司是不是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也不管你是不是生病了、变老了、变丑了。只要你拿出钥匙，转动大门的声音一响，它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用力地往你身上扑。它爱你，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仅仅因为你是你。在这个充满功利的世界里，这只动物就像是一股清泉，它在无形之中一点一滴地帮你找回了心底最干净、最纯粹的那一份善。它让你知道，原来自己也是值得被这样热烈的、毫无保留的爱着的。最后，第三层的改变，是你对这个天地间的万物生灵长出了更深的敬畏心与同理心。以前的你，只要一到冬天寒流来袭，或者夏天遇到台风天，你坐在温暖的客厅里看电视，顶多随口抱怨一句今天天气真差。可是自从你养了宠物之后，只要外头一刮风下雨，听到雷声，你的心里会突然揪一下，你会开始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大雨，心里默默的担忧。巷口便利商店旁边那只流浪的小橘猫，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地方躲雨，会不会冻坏了。各位乡亲，你们知道这种担忧在我们传统修行上叫什么吗？这叫做你的慈悲心长出来了。以前你的心里只能装得下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现在你的心量变大了，大到可以去装下那些跟你非亲非故甚至不同物种的生命。当你的心量变大，你身上的气场就会变得无比宽广，无比柔和。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句交底的话，当你对天地万物有了这份不忍之心，这份对生命的不忍与尊重，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大福报。我常常听到很多养狗的朋友跑来跟我抱怨，说我家那只狗真的太粘人了，去洗手间要在门口守着，出门倒个垃圾也要哭天抢地，我到底是在养狗还是在伺候祖宗？它离开我简直就活不下去嘛。大家听听，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抱怨，其实心里不知道有多得意呢。但是各位乡亲，你今天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你以为是这只猫这只狗极度的依赖你，但实际上呢，在不知不觉的岁月里，到底是谁依赖谁还真说不准呢。它不能替你赚钱，不能帮你去处理公司里那些烂摊子，它更不可能帮你还房贷。可是它身上有一样东西，是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吃尽苦头的成年人在人生最难熬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他需要你。这4个字有千钧之重啊。我讲一个计程车司机明叔和大黄狗的故事，你们听完就明白了。明叔大概50多岁，在台北开计程车开了大半辈子，原本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孩也上大学了。可是前几年他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个认识几十年的拜把兄弟的鬼话，说有什么稳赚不赔的内部消息。明叔不仅砸进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瞒着太太把准备用来养老的房子拿去抵押。结果大家用膝盖想也知道，那个拜把兄弟卷款跑路，
人间蒸发了，一夜之间明叔什么都没了，不仅积蓄化为乌有，还背上了上千万的债务，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家里闹得鸡飞狗跳。最后太太实在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哭着跟他签了离婚协议书，带着孩子回娘家了。那段时间明叔整个人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他白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晚上就开着那辆破旧的计程车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绕。他越来越不想见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是一个拖累别人的废物。那个晚上明叔把车停在阳明山上，雨越下越大，他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很久。那时候的他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念头，他觉得自己也许真的不想再撑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车门旁突然砰的一声，明叔吓了一跳，转过头，借着微弱的仪表板灯光看出去，他看见车门旁边的泥水坑里倒着一只受了重伤的流浪黄狗。这只狗不知道是被哪辆开快车的跑车给撞了，整个后腿血肉模糊，根本站不起来，只能在冰冷的泥水里拼命的挣扎喘气。可是当明叔隔着车窗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了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那只伤得那么重，痛得全身发抖的狗，他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明叔，那眼神里没有绝望，只有一件事情，他想活下去，他拼了命地想活下去。一个已经觉得自己不想再撑下去，准备自我了断的人，突然之间在这样一个绝望的雨夜，被另一个拼命想从死神手里逃脱的生命死死地看着，那种灵魂上的剧烈冲击是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无法体会的。那一刻明叔根本忘记了自己要寻死，他像疯了一样推开车门冲进冷雨里，也不管那只狗身上全是泥巴和血，一把将它抱进计程车的后座，然后他跳上驾驶座，猛打方向盘，顺着养德大道一路狂飙下山，到处找24小时的动物医院。一路上明叔一边开车一边眼泪鼻涕直流，他对着后座那只奄奄一息的黄狗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你给我撑一下，你再撑一下，你不要死，我带你去看医生，我们去医院。各位，你们觉得悬不悬？就在前一分钟，明叔还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继续撑下去，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下一分钟，他却红着眼睛拼命地叫另一个生命，你要撑住，你不能放弃。第二天早上在动物医院里，医生走出来告诉明叔，手术很成功，狗的命保住了，虽然可能会有点跛脚，但能活下来。明叔走到那个冰冷的铁笼子旁边，麻醉还没退的大黄狗躺在里面，微弱地呼吸着。明叔看着看着，突然双腿一软，蹲在笼子前面，捂着脸嚎啕大哭。他是在那一刻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心里面那一块以为早就跟着存款和婚姻一起死掉的地方，竟然还有温度。他竟然还会去心疼一个陌生的生命。既然自己还能心疼，还能在乎，这就代表着他跟这个世界的连接根本还没有断，他的心还是活着的。后来大黄狗出院了，明叔把他带回了那个空荡荡的租屋处。明叔的人生问题有因此全部消失吗？没有。那上千万的债务依然在那里，每个月还是要还钱。可是奇迹发生在哪里？奇迹发生在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天一亮，当明叔被现实的压力压得根本不想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一只大黄狗会准时走到床边，用湿漉漉的鼻子拱他的手，摇着尾巴等他带他出去上厕所，等他倒狗粮。为了这个受过重伤，现在全世界只能完全依靠他的小生命，明叔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今天不能倒，我如果倒了，大黄去哪里吃下一顿饭。几年以后，明叔没日没夜的跑车，债务状况终于慢慢稳定下来了，生活也重新步上了正轨。明叔后来跟我说，老师啊，我身边的朋友都夸我心善，说是我大发慈悲救了那只大黄狗，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那一天晚上，在那个下着冷雨的阳明山头，根本不是我救了他，而是他活生生的把我从最黑最深的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各位乡亲，佛家常常讲一个字叫做度，度化众生，渡人过苦海，这就是我理解的度。真正的度不是老天爷显灵给你施展什么神通，也不是天降奇迹帮你把欠款都还清，而是老天爷看你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于是化身成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走到你的面前，他用他的弱小唤醒了你心底残存的最后一点善意，
它让你重新觉得，在这个偌大冷漠的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生命是如此迫切的在等待着我，需要着我。你以为你在救它，其实是老天爷派它来救你啊。当然，只要你这辈子真正用心去养过宠物，有一件事情，不管你再怎么逃避，再怎么害怕，早晚有一天你都必须要去面对，那就是它们在这个世间的寿命通常比我们人类要短得多。这10几年下来，很多人来找我，有大老板，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他们坐在我面前，一讲起自己刚刚离世的毛小孩，那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们跟我说，他们心里最痛最放不下的，其实不是失去，而是脑子里那些不停折磨自己的遗憾。是不是我当初换那家医院看，他就不会走得那么快？他走的前一天连水都喝不下去，最后那段时间他到底痛不痛？我没赶上见他最后一面，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看着他们哭成那个样子，我真的很想送给所有经历过这种离别之痛的朋友一句最掏心窝子的话，千万不要用生命里最后一天的遗憾去全盘否定你们一起走过的那10几年。真正的陪伴不是在最后那一刻你做了多么完美的医疗决定，真正的陪伴是你这10几年来每天早上帮他添过的那一碗干净的水，是他半夜不舒服拉肚子，你披着外套爬起来帮他清理，也是你人生遇到低谷躲在棉被里偷偷掉眼泪的时候，他安静地趴在你身边，用体温给你的安慰。这10几年的点点滴滴才是你们这段缘分最真实的重量。我有一位老朋友，家里养了一只体型很大的黄金猎犬，名字叫阿金。这只狗脾气极好，陪了他们全家整整15年，从男主人刚创业最苦的时候一直陪到小孩上高中。阿金15岁那年老得走不动了，眼睛也得了白内障，最后在一个秋天阳光非常好的下午，阿金趴在客厅那块他最喜欢的垫子上，安安静静的喘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阿金走后的那半年，男主人有一次跟我喝酒，红着眼眶跟我说，你知道最折磨人的是什么吗？不是看到他的牵绳他的狗碗，而是这个屋子里的声音突然之间全都不见了。以前半夜起床上厕所，总能听到老狗趴在床边那沉重安心的喘气声。以前只要有人走到门口，还没拿钥匙开门，里面就会传来指甲刮过台湾老式磨石子地板那种咔啦咔啦急促的脚步声，现在全部都没有了。那种能把人逼疯的安静，甚至会让他产生幻听，总觉得阿金还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半年。有一天晚上，男主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一大片非常亮非常开阔的青草坡，阳光洒下来，暖洋洋的，就在那片草坡上，他看到了阿金。可是那不是15岁老得走不动满身病痛的阿金，梦里的阿金变回了他2、3岁时最漂亮最强壮的样子，那一身金黄色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金在草地上开心地跑了一大段路，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隔着一段距离看着男主人。他没有跑回来，只是定定地看着他，然后用力地高高地摇了摇尾巴，那个眼神极其明亮极其清澈，就像是在对他说，你不要再为我担心了，你看我现在身上一点都不痛了，我过得很好哦。醒来之后，男主人摸了摸脸颊，全是眼泪，但他的心里却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各位，这个梦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这段缘分在告别时一句最温柔的话语。他是在告诉你，我陪你们走了这段路，我的任务已经圆满了，我已经走完了，你们真的不要再为我难过了。宠物用他们仅有的10几年寿命，教给了我们人类2堂非常深奥非常难的课。第一堂课叫做珍惜，正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办法陪你走完一辈子，你才终于懂得了那些每天晚上一起在公园散步，他把头靠在你大腿上的普通日子是多么的珍贵。我们人啊，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总习惯把最好的留到以后，可是毛小孩的生命时钟走得比我们快太多太多了。你仔细回想，当年那只会在客厅里满地打滚追着球跑的小家伙，好像只是一转眼，他的嘴边就长出了白毛，走路的步伐也变慢了，甚至连跳上沙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用自己快速老去的身体拼命地在提醒你，不要去等虚无缥缈的未来，要活在当下。每一次你推开家门，他奋不顾身扑向你的那一刻，每一次他哪怕生着病也要努力撑起身体舔舔你的手背，这些微不足道的瞬间
就是生命里最真实的福报。他们教会我们，爱就是真真切切的陪伴，是不要留下早知道我就多陪陪他的遗憾。第二堂课叫做无常。这世间万物有生必有灭，有些相遇注定是有期限的，是会结束的。很多朋友在面对毛小孩离世的时候，最过不去的那一关叫做自责，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没照顾好，是不是当初换一家医院他就不会走。各位乡亲，千万不要用这种执念来折磨你自己。从因缘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间都有它的定数，都有它的功课。当他的功课做完了，这段缘分的期限也就到了。生命的逝去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而是因为无常本来就是宇宙运行的铁律。而我们要学习的是，真正的爱并不是只能靠永远不分开这5个字才能证明。真正的放下绝对不是强迫自己把它忘掉。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很难熬，你会在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扫到角落里的一撮狗毛而崩溃大哭，你会在路过宠物店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要进去给它买常吃的零食，然后才猛然惊觉它已经不在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允许自己去悲伤，因为这正是你们深深爱过的证明。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在街角看到另一只相似的狗，当你再次想起它的时候，你的眼泪里面除了那份深深的舍不得，还会慢慢的多出一句话：谢谢你，谢谢你来过我的生命。肉体上的陪伴确实结束了，可是他用10几年时间留给你的那种温度，那种让你为了照顾他而培养出来的耐心，以及那一颗能够去爱万物的慈悲心，绝对不会随着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天而一起消失。你看，虽然他走了，但他把你变成了一个更好、更柔软、更有同理心的人。这份慈悲就是他留给你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也是你们之间这段缘分最圆满的结局。各位朋友，今天讲到这里。表面上我们一直都在讲动物园，讲人跟流浪狗、流浪猫互相救赎的故事，可是你们仔细回味一下，实际上我们讲的一直都是人啊。为什么有些流浪动物在街头那么警戒，那么害怕，偏偏就愿意主动靠近你？因为他的灵魂感觉到你这个人身上没有杀气，你不会伤害他。为什么有的人养了宠物以后，原来那种暴躁的脾气变软了，脸上那种凶狠的悬针纹也化开了？因为你这辈子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按照你的计划表来强求。你学会了等待，你学会了无条件的包容。当你这颗心变柔软了，你看到那些弱小的毫无反抗能力的生命，你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就去轻视他们、欺负他们。你的心量变大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你身上散发出来的磁场就全都是祥和之气。各位，你家里那只陪着你的毛小孩，有一天总是会老的。当你有一天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你最怀念的绝对不是他当年多漂亮多乖巧，你最怀念的往往是那些当年让你嫌麻烦的不得了的琐碎小事。他生病时你熬的夜，他掉在沙发上的毛，原来那些所谓的麻烦全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曾经真真实实毫无保留的住在你生活里的证据。如果你家里的毛小孩现在还在你身边，今天听完以后去抱抱他，摸摸他的头，给他一点好吃的。如果你的毛小孩已经走完了这段缘分，去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请你千万不要一直用遗憾来惩罚你自己。他把最好的时光给了你，是希望你开心，不是希望你一辈子走不出来。最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家毛小孩的名字，并打上这几个字：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或者是留下一句最真诚的善言与祈福。大家一人一句善言，就能在留言区凝聚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福报的磁场不仅能回向给那些陪伴过我们的毛小孩，更能保佑我们这一年里出入平安，万事顺遂。心存善念，万物皆清。把善意留在生活里，把珍惜留给还在身边的家人和动物。感谢大家今天耐着性子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影片再结善缘。